他不当乌龟也活不了这么大年纪啊。唉，那也没什么，为的是不连累小庄家里。人要学会知足，倒是你，那个沈什么的会不会来找你啊？该来的总会来，只要孩子们没事儿，我跟他走也没什么不可以。皇上不会马上杀了我，他还要脸，还想让我亲口认罪，证明不是他的错。我只要活着就有机会。别这么悲观，战略性的撤退不丢人，咱们还要开酒楼开客栈大干一场呢。沈南义这个人有什么弱点吗？沈南义其实挺苦的，他是大房嫡出，父亲也是一员武将，做到了宣威将军的官职，正四品，在中层将领里已经很不错了。可惜他战死沙场，沈南义那时候才8、9岁，家里被亲二叔夺权，害死了他母亲，逼不得已在家里的中仆护送下去边境参军，一路乞讨吃尽了苦头。跟着我的时候才13、14岁，原本不符合参军年龄的他一路跟着军队打杂，人也聪明，肯吃苦，我就留在身边，培养成亲卫统领了。可惜养出个白眼狼，最终狠狠捅了你一刀。人呐，谁还没有看走眼的时候？只是你看走眼的次数格外多。慈不长兵啊，你能活到今天，全靠着一身的功德，还有祖宗庇佑，也是不易啊。又是被夫人对的一天呢。晚饭之后，温竹清让小庄来自己的房间看看他的灵根，梁正元也厚着脸皮挤进来。温竹清白了他一眼：“你干嘛呢？盯着我们呢？”不是，这不是怕别人说闲话，师徒也要避讳的，要不明儿再说。师爹，你放心，我是个太监。梁正远惊讶了：“你怎么弄个太监回来啊？这不合礼法，宫里知道会降罪的。除了皇室子孙，没有人可以用太监。”大惊小怪干嘛呀？不就是哥的小弟弟吗？长出来就行了呗。这还能长出来？不然你以为宋晨干嘛那么激动，还送我这么多钱啊？因为我帮他变成真正的男人了。梁正远都已经麻木了，就没有阿青做不成的事儿。他的丹田都修复2次了，长出个小鸡鸡，那好像也没什么太惊讶的。师傅，你要是能让我恢复男人，我小庄这条命都是您的了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还能堂堂正正的做个男人呢。哎呀，别哭了，以后啊，跟着师傅我哭哭啼啼可不行呢。我不哭了。你伸手，我给你把把脉。小庄听话伸手，温竹清说的把脉可不是一般的把脉，而是用灵气顺着他全身的经脉走上一圈，看看他的资质还有丹田的属性，方便他将来修炼。忍着点啊，有一点点疼，不过比起阉割，想必也不算什么呢。那种苦都受得了，这个都是小意思了。小庄还没有回神，经脉处就传来寸寸灼烧的痛苦，让他惨叫起来。偏偏浑身不能动弹，痛苦愈演愈烈，最后在丹田汇聚，小肚子就跟火烧一样。师傅，疼啊！忍一忍，说了有一点点疼的。温竹清像是一个残暴的刽子手，梁正远都瑟缩了一下，这么残忍吗？当他的弟子可真心是不容易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小庄的痛苦结束了，倒在地上大口的喘息，冷汗都浸透了衣衫，身体已经不疼了，反而还非常的舒服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臭味。温竹清这儿给他洗精法水了一遍，把身体的杂质给排了出来。你赶紧去洗一下，就村外的小河，好好洗洗啊，去吧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小庄一个鲤鱼打挺，爬起来就跑了出去。我回去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这是50万两银子，你拿去用。你去抢劫钱庄了吗？这么多的银子，梁正远觉得自己的夫人真是财神奶奶。我从宋晨那弄来的，劫富济贫喽。温竹清一回来，这家里立马就热闹起来了。许县令的日子呢，却过得是水深火热。一个宋晨还不够，又来了一个冠军侯，这2尊大佛他是一个都惹不起啊。沈侯爷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？看这脸色，来者不善呢。咱家是哪儿得罪了侯爷呀？沈南义拍了拍手，下人抬着狼首人的尸体进来，丢到他面前。宋内侍，你派人来窥探本侯爷，是不是该给本侯爷一个说法？
哎呦，侯爷误会了，咱家跟侯爷是一路人，他是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，或许无意间冒犯了侯爷，但是窥探倒是不至于啊。咱家知道侯爷的忠心，不会跟侯爷过不去的。哼，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一个烟贼也配跟本侯一路人。我知道你想什么呢，别想拉我下水。我跟萧将军的事情我们自己决断，轮不到你一个阉奴来多管闲事儿。仅此一次，别让我看到你的人出现在我身边，否则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来一双我杀一双。哎呦，单侯爷，别这么大火气嘛！我宋晨已经给你赔不是了，你非要跟咱家撕破脸，咱的东厂也不是吃素的。你能保证你沈家一族就没有一丁点错处吗？你能保证不娶亲不生子吗？你想做孤臣独臣，也得有那个实力啊！咱家不想与你为敌，可你若是不识抬举，皇上那边会出现你沈家多少情报，你自己想想。你在威胁本侯？侯爷要是这么想，咱家也不解释了。两位消消气啊，消消气，都是为了皇上效命的，可别伤了和气啊。今日下官做东，给侯爷接风洗尘呢。宋先生也赏脸，一起吃个饭，大家一醉泯恩仇嘛。我给县令大人面子，喝酒就免了，是这阉贼先来招惹我的。哼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许县令，告辞，后会有期。这就走了？侯爷不吃顿饭吗？沈南义来得快，走得更快，要不是地上的尸首，东厂的人都以为是错觉呢。老祖宗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毛头小子，不理他，越是猖狂，越是死得快。你没看看京市里多少家族崛起，真正能繁衍下去的能有几个呀？咱家活了这么大年纪了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让你们查找的那个道士可有消息啊？老祖宗恕罪，那道长是有真本事的，咱们的人根本不是对手啊，实在是找不到呢。盯紧了庄家，从小庄入手，不信他能平白无故消失了。是，还是老祖宗聪慧啊。少拍马屁了，老祖宗活这么多年，白来的吗？宋晨心情不错，打发走了属下，回房间欣赏自己的老鸟。温卓清安顿好了家里的事儿，看了看手掌心，这寿命的问题还是个大难题啊。他准备去消灭几个邪魔歪道，赚点功德，只是突然之间就发现这功德线长了一些，以前短的都看不清了。难道他无意之间又做了什么好事儿？有了寿命，温卓清也没有那样的紧迫感了，除魔卫道还是得做，把张老魔放出来先溜溜。老张啊，你知不知道哪里还有我能消灭的魔头啊？你看看我这寿命，没有功德可活不长呢。我活不了也得带着你一起死啊！为了你的命，你可得帮我好好活着。张老魔不想说话。婷婷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你活不了就得拉着老夫一起死啊！这丫头说得到做得到。张老魔压下了心中的吐槽，说道：你想赚功德简单呢，找到明鬼门的人，把温家村那些鬼婴解救出来，超度了，功德无量。你觉得我是傻子吗？能对付得了人家明鬼门？我是筑基期，不是大成期。那没辙，我这个魔头还是散装的，不跟魔界来往，帮不了你。温卓清叹息，找个魔头都这么难。突然温卓清眼睛一亮，你说我要是杀了你，算不算功德？张魔头瞬间是头皮发麻。你可真是个大聪明啊你！却不得不承认，真的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，这丫头肯定做得出来。死道友不死贫道嘛，这是他经常说的呀。哎呀，别说的这么瘆人好不好？咱们爷俩相处这么久了，总有几分感情呢。我当前辈的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死啊！不就是个明鬼门吗？交给我了。你要早这么说，咱们还是亲爷俩，我喊您爷爷都成呢。温卓清在心里冷笑，
跟我耍心眼，我弄死你眼都不带眨的。温竹清不怕张老魔耍心眼，将来弄死他也不会愧疚。张老魔如果真的一心爱护他，把他当作晚辈来疼爱照顾，温竹清反而是舍不得弄死他了。我的储物戒指里不是有个黑幡吗？那是一件法宝，专门克制鬼魂的，能把鬼魂收进去炼化，是冥鬼门的克星。哼，早说呀，我可真是端着金饭碗要饭呢。只是上哪儿找那个冥鬼门的人呢？我所料不差的话，他会来找你的。为什么？你和温家村的因果还没有断，他收服不了那个小女孩，只能杀了你，让小女孩放弃执念。我什么时候成了别人的执念了？张老魔也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猜的。要是二丫头好收服，那个冥鬼门的人早就杀上门来了。到了现在都没动静，那只能是收不成了。说不定啊，还被二丫头给反噬了呢。温竹清听完他的解释，咂巴了一下嘴，有些自恋。姐就是这么优秀，谁让姐心善呢？哎，那你说，我现在去找他决斗，能赢得了吗？难说，富贵险中求，你可以试一试的。不好，万一试一试，把我给试没了呢？我得拉个帮手啊。想想他的朋友，能够陪着自己去对付冥鬼门的，也就只能是岳千帆了。岳千帆的妻儿都在自己家呢，这么大的恩情，不怕他反水陷害自己。此时的岳千帆在干嘛呢？他还真的就帮了温竹清大忙了。他实在是想孩子，就偷偷摸摸的来村子里面看看，解解馋，路上放点糖果给孩子吃。岳离跟小五年纪相仿，现在已经养的是白白胖胖，孩子们都是满村子跑着玩的。两个人跟小满一块儿，加上小白狼寸步不离的保护着，温竹清也挺放心的。只是他低估了人性的险恶。梁老太领着两个中年汉子碰到他们，想起梁正元狠心绝情的样子，为了养这个小崽子，亲爹娘病死都不管，恶从心头起。这是老大家的小崽子们，你们给带走吧。这怎么使得呢？姑儿，大表弟的孩子也是您孙子，您这是要干嘛呀？这俩汉子是梁老太娘家的侄儿。哼，什么孙子，老娘可没这个福气。这俩崽子吃得白白胖胖的，转手一卖，那也是不少的钱。你们自家都没米下锅了，这送上门的钱，你要不要吧？两人心中一动，可不是吗？这俩孩子最少得卖个几十两银子呢。小丫头不值钱，也能卖个打酒的钱呢。此时村里也没什么人，下地的下地，干活的干活，都忙着赚钱养家呢。小五和月离发现了路边的糖果，想吃又不敢。不会是下了药的吧？我听阿娘讲故事，坏人都把毒药放在苹果里，骗孩子吃下去，然后就死了。哦，谁这么缺德呀？小满翻了个白眼，这俩孩子加起来还没10岁呢，戏可真多呀。捡起来闻了闻，尝了一口，没有毒啊，或许是谁掉了呢？吃不吃啊？不吃，阿娘说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能吃。好吧，那我也不吃了，给小狼吃吧。小狼都无语了，你们可真是大聪明啊，自己不吃给我吃啊。小满就喂给了小狼，小狼吃了糖果，有点粘嘴巴，跑到河边喝了点水。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俩汉子抱着孩子捂着嘴就塞进了背后的竹篓里。至于小满，小满只是冷冷地打量他，眼底没有一点的害怕。死丫头片子，看什么看？再看老子弄死你！你是坏人，你抓小孩还想杀我，那我弄死你是不是也没关系啊？哼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小满看了眼自己的手，使出全力应该可以了。第一次打人，小满这心里也没底，一巴掌扇在汉子的脸上，啪的一下，人都给飞出去4、5米远。汉子也没想到，他竟然被一个小女孩给打飞了，满脸的惊恐。这什么孩子呀？小五爬起来，狠狠踹在他脸上。坏人，还想卖了小爷，我让阿娘割了你的小鸡鸡！小满都无语了，跟谁学的呀？另一个汉子转身就想跑，被岳千帆给拦住了，先把岳离给抱起来，抓着他的脖子就给举起来了。你想怎么死？饶命啊！爹，
我就知道你没死。岳千帆真是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忧愁，不愧是他儿子呀，真是聪明。小马已经看到了梁老太，撕了传讯符：“阿娘，救命啊！有人偷小孩了！”温竹清以最快的速度过来，小狼已经追着梁老太满地跑了，不能让他给逃了。怎么回事？岳千帆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恰好遇到了，怕孩子们吃亏。这老婆子坏得很，竟然想抓孩子去卖钱。这是我孙子，我有权利卖了他。你一个当后娘的，巴不得少个孩子呢。我这可是帮你。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这么厚的。我要不要感谢你啊？梁老太转着眼珠子想逃。你放我走，我不告诉别人你偷汉子。岳千帆一愣，所谓的偷汉子是说的他吗？你可真聪明啊，这么快就给我安个罪名，活这么大年纪也有点用啊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你随便喊。我要是怕你，温竹清3个字倒过来写。咱们去见李正，这一家子祸害早想撵出去了。你既然作死，我成全你。岳千帆跟儿子讲条件，不让他告诉夫人他的事情。岳离不太懂，不过呢还是答应了。岳千帆可以变换自己的五官，不怕崔三娘认出来。岳离开心的拍手，一点也不怕他。爹爹会换脸，好厉害呀！教教阿离吧。梁老太也慌了，他不能连累全家人被赶出村子。这是他们的家，土地房子都在这儿呢，离开这儿那怎么活呀？可是温竹清大手扯着他的脖领子，想逃都没法逃。李正带着村里人修路呢，眼看着温竹清杀气腾腾的，梁老太被拖着，就知道这事情不妙。梁老太，你又做什么妖呢？温竹清那么好，不惹他是不会生这么大的气的，肯定是梁老太又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他让人把我和阿离卖掉换钱呢。老太太坏得很，还说是我奶奶，她有权利卖了我。李正爷爷，是这样吗？你是不是也要卖了你小孙子？去把梁老头一家子都找来，看看他做的好事儿。这一家子祸还不能留了。今天他触动到了我的底线，千不该万不该对孩子下手的。今日能卖了我家孩子，尝到了甜头，明日是不是会卖了你们家孩子呢？村里人瞬间就愤怒了，牵扯到自家孩子，那肯定是不能忍啊！一致决定要把他们一家子给撵出去。梁老头和梁正义、梁正勇两兄弟过来，面对村子里人仇恨的眼神，心里一凉，完了，这是犯了众怒了。开祠堂吧。梁老太也不敢再嚣张了，花白的头发，老泪纵横的，看着可怜兮兮的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村里人欺负老人呢。开了祠堂，温竹清让人找来了梁正远。老大，你娘一时糊涂啊，你饶了她这一次，爹一定好好管束她，爹给你跪下求你了，行吗？温竹清面无表情，只看梁正远怎么解决。这毕竟是他名义上的父母。我是长子，为了弟弟妹妹们，8岁给人当学徒，15岁跟着军队当兵走了，为的是那1个月300文的饷银。我不求父母多疼爱我，可是我自认作为长子，给家里的足够多了。你们但凡有一点疼爱我，就不会做出卖了我孩子的事来。今日我给你磕头，还了生恩养恩。我梁正远自问对得起你们二老了。梁正远磕了3个头，直接起身，拱了拱手，跟村里的族老说道：该怎么判决，请族老们决断。我梁正远没有二话，今日不仅仅是我家孩子的事，而是他做的事情太过恶劣，人贩子就应该千刀万剐。对，千刀万剐！对孩子下手还是亲孙子，你还是人吗？梁老太呜呜的哭啊，他也后悔了，一时冲动啊。李正，非要断了我们的生路是吗？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村子里，你让我们往哪儿走？你们的地和房子，村里帮你们卖掉，我们不占你们便宜，也不是欺负你们。没有送官儿，已经很仁慈了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村子里是容不下这等丧心病狂之人的。这事儿是我娘和表哥他们做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爹，要不你休妻，咱不能走啊。休妻？梁老头浑身一震，有些心动了。休妻也是个法子，把自己家给摘出来了，
他犯的错呢，就连累不到家里人的身上。梁老太难以置信：“老三呐，我可是你亲娘啊！你竟然让你爹休了我！我生养你这么多年，你这么对你的亲娘啊！”梁正永也非常的震惊，可是弟弟的提议真的是很让人心动啊。梁老头心一横：“家门不幸，休妻这事儿跟我家没关系，都是这老婆子自己做的孽，我们不能被她连累的背井离乡啊，死了都回不来家。我这么一把年纪了，还能活几年啊？老婆子，你要是真的疼孩子孙子们，你自请下堂吧。”温卓清托着个腮，嘴角带着冷笑，真不愧是一家子呀，这骨子里都是自私的。李正拿不定主意，看向了梁正远：“你怎么说？休妻也可，但是这2个人敢来村子里抓孩子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打折腿丢出去吧。”梁老大说的对，敢来咱们村偷孩子，打折腿都是轻的。是姑姑让我们做的，我们就是想借点粮食，没想过抓孩子的。姑姑，你不能这么害侄儿啊！梁老太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，悲从心来：“你们这一个个的是要逼死我呀！”温竹清看他眉宇之间死气弥漫，心道不妙，他这儿存了死志，真的想死呢。慢着，别打断腿了，咱也捞不着好处，让他们村李正来赎人吧。你们梁家休妻也得过了官府那一关，这么大年纪，官府能不能同意可不一定啊。你跟县太爷关系那么好，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？我一句话的事是不假，可我为什么要成全你们？梁老三，从小你娘最疼你，你逼着她离开家，对得起生养你一场吗？你家的宅子和地我出钱买了，以后去你娘村子里落户吧，村里容不下你们一家老鼠屎，坏了全村的风气。你还有脸教训我？你自己就是个吃软饭的，还是个太监废物，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种，你装什么大头蒜呢？我的男人轮得到你在这骂？我乐意养着他，你羡慕嫉妒啊？也不看看你那张脸，黄鼠狼都比你好看，你想吃软饭还吃不上呢。温竹清那可是相当护短的，梁正远自己可以嫌弃，可是占尽了梁正远便宜的弟弟们凭什么嫌弃他呀？榨干了人家的价值就该撵出家门，这家人骨子里都坏透了，哪有脸来谴责梁正远呢？村里其他人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责骂他们这一家子不知好歹的白眼狼，他们灵峰村容不下这样自私狠毒的人。梁正远心中一暖，村里人对他的关爱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，阿青的维护更是让他满心欢喜，他对自己也是不一样的吧。好了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今日起，梁正永、梁正义2家人都逐出村子，不准踏进村子半步，给你们1天时间收拾，别想着磨蹭赖皮，我会让人把你们丢出去的。散了吧，大家都挺忙的。梁老头一家被推出了祠堂，那都是一脸的死灰，2个儿媳妇带着孩子们收到消息，那都是一脸的绝望。都怪你，是你害了全家人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害了儿子还不够，你还害了孙子，那让我们怎么活呀？老二媳妇伸手就是2巴掌，扯着梁老太就一顿的揍，他们家打成一团，也没人上去劝一劝。最终梁老太被打得奄奄一息，2儿子生怕出了人命，这才给分开了。2个表哥粮食没借着，反而是挨了一顿打，恨上了梁老太，灰溜溜的就走了。原以为这事儿呢就此过去了，当天夜里，一道低矮佝偻的身子蹒跚着出现在梁正远家的门口，一张满是皱纹的老脸上充满了怨毒。他好狠的心呐，亲娘都能赶出村子，真是白生养他一场。他不恨2儿子，不恨2儿媳妇，就只恨老大。这人心思也真是奇怪啊。梁老太解下了腰带，竟然挂在了大门口的房梁上，就要吊死在他家门口。这是何其歹毒的心呐！宁可死了，也不让老大一家子安生。这真的是亲生的吗？夜已经深了，温卓清修炼完毕，刚要去休息，就察觉到了一股子死气，脸色凝重的飞出了房间，落在了大门口。看着飘飘荡荡的梁老太的尸体，一阵的无语。这老太太还真是不知悔改，这是觉得自己好欺负是吗？梁老太的魂魄已经冒出来了，冲他露出一抹狰狞的笑意。温卓清不屑的冷笑，一个出生的鬼，他不会以为自个儿很厉害吧？一指头就把他给摁回去了。
多看一眼都是对自己活了2辈子修行的羞辱。没搭理他的鬼魂怎么困在躯体里挣扎不甘，再一次飞回去，到了梁正远的房间。阿青，怎么了？你跟我来。与他飞出了家门，看到梁老太太尸体，眼底是一片的冷意。梁正远活得也真是够可悲的，有这样的家人，他还那么眷恋。他要是知道家里人都是这种人，不知道会不会失望。真正的梁正远已经为了保护萧青言死了。萧青言看中了临风村的位置，带着孩子顶替了他的身份，隐藏在此。他做这么多也是为了弥补梁正远为了保护自己牺牲照顾他的家人，只是没想到梁家人如此的贪得无厌，竟然死了都不让他好过。别感慨了，打算怎么办？阿青的意思呢？当然是还回去了。我是不在意死人不死人的，可孩子们还小，吓坏了怎么办？梁家人自食恶果吧，今日的处罚还是太轻了，就该送到县衙关起来的。交给我吧。不用，别脏手，我来。温竹清直接用灵力把人给拖起来，原样的吊在了梁正永家的大门口。梁老太的鬼魂都急死了，他怎么舍得祸害小儿子呢？可是怎么样都冲不破身体，终于后悔了，开始哀求梁正远。可惜啊，他看不到。现在你高兴了吧？跟我斗，老婆子，谁给你的自信？回去吧，别打扰我睡觉。这死老婆子活该下18层地狱。只是今天晚上温竹清注定是睡不好了，这刚睡下，床边就多了2道影子。啊，黑白无常，我去，有事儿？温竹清也不怕这2人，他与地府是井水不犯河水，还给地府送鬼魂，帮他们完成业绩，地府还得感谢他呢。温姑娘，你把那老太太的魂儿镇压在躯体里，我们没法带人走啊。姑娘，咱高抬贵手，别干涉阴司的事务了，给咱们一个薄面可好啊。这事儿啊，那老太太恶心到我了，就这么送她走，我可不高兴。你们打算怎么补偿我？黑白无常对视一眼，没想到他还能讨价还价，都很是无奈。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可是本事不如人，还是得低头啊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们承认温姑娘你有些本事，不想和你交恶。可是你要是不识抬举，我们地府也不是吃素的。他们奈何不了温竹清，总是有人会有法子。十殿阎王那可不是摆设。温竹清耸了耸肩，也没在意他的威胁，说道：7天之后，我放他离开。我得让他亲眼看看他自己作孽，害了全家是如何的心痛。杀人诛心，他想害我，就得承担后果的。黑白无常想了想，头七是要回来看一眼的，没多大的问题。行吧，7天就7天，希望温姑娘说话算话。她做的恶，阎王爷会秉公判决，该下几层地狱就下几层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哎呀，我要睡觉了啊。黑白无常欲言又止。温竹清问道：还有事儿？野游神被罚了，温姑娘能帮帮他吗？为什么呀？他呀，没有处理好温家村的事儿，那些阴魂现在被人利用，很有可能会掀起弥天大祸。这个是他失职造成的，现在被镇压在阴司黑水牢里呢。还是那些阴魂的事儿，没想到后果居然会这么严重。你们阎王不出手吗？阎王不能离开地府，马上到7月15了，更不能轻举妄动了。温竹清差点忘了，7月15鬼门开，阴气大盛，这一天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的，阎王可不能擅离职守。我知道了，我尽力吧。多谢温姑娘。好说，二位慢走。黑白无常离开，叹息一声，又来麻烦了。那些阴魂注定还得是自个儿来处理。张老魔，出来！那2人走了。你一个魔头，怕鬼差啊？当然了，我现在也是一个鬼啊。黑白无常拿着锁链，你看到了吗？魂魄的克星啊，真的抓我走，我也没辙的。你呀你，还以为你是个牛逼哄哄的大佬，结果是个谁都能欺负的小菜鸡。哎呀，我要你何用啊？要不是你坏了我的大事儿，我能这么惨吗？他付出无数心血打造的聚阴地都被他给毁了，还把自己轰得魂飞魄散，只剩下一缕神识，偏偏还得靠他活着，生死都在人家的一念之间，可想而知张老魔的憋屈。行了行了，
做人要向前看，你窜得我眼晕。下次这俩鬼来，你喊我一声。我也要修炼呐，我是你的护卫啊。没用的东西，注定是要被放弃的。张老魔马上变脸。哎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以后我给你守夜，咱爷俩这么长时间的关系了，我看你跟我的亲孙女似的。我只想给人当爹，没心情给人当孙子。这个福气啊，你自己留着给别人吧。唉，睡了，明天还要看热闹呢。梁老太吊死在自己家的门口，吓坏了早起下地的村民们。梁正勇兄弟俩都傻眼了，亲娘吊死在家门口，这让别人怎么看他们呀？两个儿媳妇直接就被气晕了过去，这造了多大的孽呀！摊上这样的婆婆。梁理正过来，气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个老太太真是活作妖啊，死都不让人安生。温卓清过来看热闹。哎呦，这老太太心真狠呐，自己儿孙都这么祸害。你们说说，是不是因为昨天俩儿媳妇打的她报复儿媳妇呢？村里的婶子们恍然大悟。哎呀，对呀，梁老太一向霸道，搓磨儿媳妇们，管教儿媳妇的服服帖帖为荣了。这次被儿媳妇打了，能咽下这口恶气吗？刚刚苏醒的俩儿媳妇听完众人的议论，又晕过去了。这身的脏水那肯定是洗不干净了。梁正勇舔着个脸，想求温竹清给主持白事。可以啊，10两银子，做白事没有白忙活的，这已经是很低的价钱了。这个规矩都懂，白干活会沾晦气，哪怕是1文钱也得了断了这个因果。梁正勇给了钱，温竹清主持众人安顿好了梁老太。停灵3天，温竹清没什么事儿，带着一家子就回去了。萧青岩没有守灵，也没有带孝。昨天在祠堂能够给他磕头，是代替了梁正远还了他的生养之恩，他已经不欠梁家了。萧青岩跟着温竹清回了家，心情是从未有过的安宁，真想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。温竹清一脸的沉思，还在想着鬼婴的事儿，这事儿不解决那终究是个麻烦。突然远处大树下出现了一个黑衣服的老头。梁正远，带孩子们回家。阿青，回去。温竹清神色是从未有过的凝重。安全回来。放心。温竹清冲着老头就走了过去。可是冥鬼门的前辈啊，失敬了。丫头眼光不错，既然知道老夫，那也应该知道老夫所为何事而来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你我无冤无仇的素未谋面，你有事直说吧，我最烦猜来猜去的。你得罪了天阴派的武清渊，不会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？那老女人最是心眼小，因为你被阴指哥斩伤了一道分身，面子里子丢了个干净，她可不会轻饶了你。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难不成你能帮我解决掉武清鸾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冥鬼门怎么会为了你去得罪天阴派呢？那你逼逼赖赖的找我做什么？我来是跟你讲，武清渊现在闭关养伤，找到我来收拾你，承诺我一件法宝，我是来杀你的。来杀我？哼，你也好意思？这么大年纪又比我高出几个境界的修为，传出去你冥鬼门不要面子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冥鬼门本来也没什么脸面，只要利益足够，对付我一个小小筑基期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温竹清极尽讽刺，心中却暗暗的戒备，要不要找阴指哥来啊？他肯定是对付不了这老头。老头没想到温竹清这么的难缠，明明只是一个筑基期，面对自己这个化神，竟然是一点都不带怂的，真不知道他是哪来的底气。老夫今日来是为了尸塔里的阴魂而来，老夫不忍心他们永世不得超生，想要炼化怨气，帮他们重生的。只是没想到这些阴魂的怨气超出老夫的能力了，想请姑娘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姑娘也是那个村子里走出来的，和那些女婴都有些渊源。最大的那个女孩子一直惦记你呢，你要是能劝着她放下怨恨，乖乖去投胎，也是一件功德，对你修行也有好处的。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帮你收服他们？也不是收服，是合作，咱们一起度化怨气，送他们投胎啊。
可以的，都是我们村的孩子，我也想他们有个好结局。冥鬼门亦正亦邪，不过也没有伤天害理，都是为了天下安宁。我相信前辈也不想堕入魔道，毁了自己的修行。那是自然。只要修为足够的深厚，一举升到分神期，他不介意入魔。7月15鬼门关会有地藏王菩萨讲经超度亡魂，咱们可以借助菩萨的佛力，一举超度了所有的英灵，你以为如何？行啊，不过我帮了你有什么好处？你我修行法门不同，我的法宝你也用不了。没关系，我看着玩，长长见识，谁会嫌弃法宝多？老头想了想，取出了一个铃铛丢给他。这是摄魂铃，能把生人的魂魄短暂拉出来，依附在铃铛里存活，但是不能超过3天，否则魂魄易散，神仙难救。这倒是个好东西，多谢啦。什么药物假死啊，都不如魂儿都给抽出来了，那才是真正的假死呢。咱们一言为定，7月15老夫来找你。恭候大驾。老头点点头，迅速的消失，没有看到温竹清嘴角讥讽的笑意。回到家，萧青岩站在门口等他呢。那老头什么来头啊？他想做什么？哼，老头是冥鬼门的人，想算计我。你看我像是傻子吗？萧青岩仔细地看了看他，肌肤吹弹可破，白里透红，就好像枝头上刚刚绽放的桃花，唇红齿白，眼神更是灵动狡黠，就好像刚刚出生的小鹿一样。当然不傻了，单纯可爱，只是看着好欺负。阿庆不欺负人都是好的了。我只欺负坏人。阿庆最善良了，回家了，我给你沏了茶。最近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？沈南义来了，住在县城里，我怀疑是冲着我来的。不用怀疑，肯定是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转移吧，放弃这个村子。逃跑是懦夫所为，对孩子们的学业也不好啊。躲是可以躲，不过要看怎么躲了。你没听说大隐隐于市的吗？咱们的酒楼客栈先在府城开2家，必要的时候咱们都去府城。沈南义还能跟那些太监一样无法无天的吗？温竹清其实挺喜欢现在村子里的生活的，但是吧，为了孩子们将来好，还是得去大地方来发展，结交名门弟子，为他们的将来铺路啊。沈南义最了解我的性格、习惯、相貌，他甚至比了解自己更了解我。如果他怀疑，只需要来见我一次，就能够找到证据。这么了解你的吗？为什么呀？难不成你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感情吗？哎，听说男人之间的感情才是真爱，他该不会……萧青岩听他说的话是越来越不像话，脸色黑如锅底，一把把他抵在了墙上，眼神霸道。阿庆，你怀疑我是段秀？你这小脑袋瓜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我是不是段秀需要证明给你看吗？温竹清没想到他居然敢壁咚自己。你是不会，万一他有意呢？哎呦，我不歧视这个的，毕竟你也不行，沈南一长得也很帅呢，不算是委屈了你。我恶心总行了吧？你别忘了，你给我吃了那么多天才地宝，丹田都能修复，就算是真的不行，我现在也该行了的。阿青要不要尝试一下？我很乐意效劳。我去，对呀，宋晨的2弟都长出来了，萧青岩吃的更多，什么样的不行治不好啊？那恭喜你了，这是好事，值得庆祝的。以后谁说你不行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那最好了，有了阿青帮我解释，想必大家会相信我的。我就知道阿青也是心疼我的。温竹清都感觉到萧青岩呼出的热气，不难闻，有着一股子竹木的清香味，这是他做的牙粉的味道。看来萧青岩刷牙挺认真的。阿爹、阿娘，你们玩什么？我也要跟你们一起玩。温竹清脸红，推开了萧青岩。没什么，你阿爹发疯呢，不理他。哦，不理他。阿娘，我要骑小羊玩。小羊还小呢，跟你差不多大，你忍心骑它呀？等长大了再说。你说说你，小年纪咋这么懒呢？多运动对身体好，不许欺负小羊哦。母羊下的2只小羊羔已经长到半大了，
平时就自己吃草，陪着孩子们玩。母羊还是一如既往的高冷。温竹清还是担心阴魂的事情。7月15还剩下几天就到了，如果这一次解决不了，那后患无穷，说不定佛门、修真门派都会出动，来彻底的剿灭他们。那些个女婴们多可怜呢！现在二丫头是这些女婴们的首领，温竹清需要和二丫头联系一下，能不能联手？她想必也不愿意被冥鬼们来控制，变成人家的奴隶。去纸扎铺子做了纸人，买了很多的纸钱，月黑风高，来到村外的十字路口，画了一个圆圈，写上二丫头的名字，香烛点燃，摆了很多的点心、卤肉、鸡汤，还有馒头、米饭，都是二丫头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够吃过的好东西。二丫头，姐姐给你送小伙伴了，还有钱、漂亮衣服、好吃的好玩的，你能收到吗？一阵阴风吹来，香火漂浮，露出了二丫头虚幻的身子。阿青姐姐，你还记得我呀？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呢。温竹清心里咯噔一下，二丫头生气了。二丫头，对不起，是姐姐无能，没有保护好你们的。姐姐知错了，姐姐已经很努力想办法救你们了。可是那个老头太强大，他一根指头就能摁死我的。不如姐姐也死了吧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永远一直玩了。唉，我死了变不成鬼的，我是修行中人，修行不够只会魂飞魄散。这个世道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，我生前拥有比常人更强大的能力，就杜绝了我的轮回路。二丫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眶红了。可是我该怎么办呢？温姐姐，她每天用阳火烧我，我真的好痛啊！这老头这么狠的吗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你再忍一忍。7月15鬼门开，老头约我和他一起去找地藏王菩萨，消除你们的怨气。他说让你们转世投胎的，我不信。我也不信，他就是想让我们都变成鬼奴隶，帮他做事。这老头真的是坏得很。不管怎么样，先除掉你们身上的怨气是最重要的。到时候你安抚好女婴们，我来对付那个老头，你们想办法逃跑。二丫头那骨子里也是善良的，她舍不得温竹清。之所以刚才恨他，那也是期望越大，所以才失望会越大，以为温竹清抛弃了他们呢。可是姐姐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会想办法自保的，你们平安了就好。我还有朋友，请朋友来帮忙，放心吧。谢谢姐姐，刚才我还那么凶姐姐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你吃了太多的苦，只恨我能力不足，帮不到你们。温竹清说的是真心话，恨不得一下子修行到渡劫期，扫平天下不平事。姐姐别这么说了，我先走了，老头来追我了，我带着他溜几圈玩玩。二丫头闪身不见了，不一会儿，远处闪现鬼火，还有老头怒吼的声音。他只是用阴魂们牵制二丫头，并不能够真正的控制她，所以才想与温竹清合作。温竹清见他玩得开心，也就放心的回去睡觉了。7月15还没来，沈南义先来到了村子里。他们说是萧青岩的表弟来投亲的，村里人热情领路。萧青岩正好在家里给母羊清理羊圈呢。温竹清坐在屋檐底下啃着香瓜。梁老大，你家有客人呢？客人啊？什么客人？怎么不去老宅啊？来我们家做什么？想算账啊？去找李正来。我们家可不欠老宅什么，跟他家断绝关系了，别想着来道德绑架啊。温竹清早就知道沈南义来了，掐着个腰一顿的输出，把两人都给说懵了。这就是萧青岩娶的夫人吗？你别误会，我们不是来算账的，知道你们家没做错什么，是来叙叙旧。能进去坐坐，喝碗茶水吗？进来吧。茶水吃粗茶沫子，沈南义有一些嫌弃。乡下地方有茶喝酒就不错了，要不是我帮人看事消灾赚点钱，这一家子都得喝西北风呢。就那大姑娘说婆家都得要嫁妆，几个小子都是饭桶，吃的比狗都多，我都快养不起了。哎呦，后娘难当啊，要不是他梁老大长得好看些，老娘可不想伺候这一家子呢。哎，你亲戚来了，别干活了，来说说话。好的，娘子。萧青岩过来，眸子里有些陌生。我离开家时间久，家里的亲戚都认不清了，你们怎么称呼啊？是来给我娘奔丧的吗？
我们少爷应该喊你母亲一声姨奶奶，您得喊少爷表叔啊。表叔好，要我带你过去上炷香吗？哟，表叔这么年轻啊，看来也是一表3000里了，空着手来的。这亲戚不会来打秋风的吧？一脸的鄙夷让沈南义都招架不住。他确实是空着个手，俩肩膀扛着个脑袋就过来了。他也想过准备礼物，走亲戚只是个借口，没想到遇到了梁老太停灵。沈方圆这么机灵都找不着借口。温竹清贴心的从屋里面取出了纸钱、黄标纸。去上香得准备这个，盛会10两银子。啊，这么多呀？当然了，这是我做了法开了光的，值这个价。白事的东西可不兴欠账啊，不吉利。沈方圆只好给了银子，温竹清乐呵呵的收下，还有一些市侩贪婪。小地方的村姑形象让沈南义都不想看了。在他看来，打死萧青言都不会娶这样的女人，这种女人给他提鞋都不配啊。说起女人，沈南义眼神一闪，不着急去上香，我要娶亲了，正好邀请你去参加我的婚礼。好啊，你家住哪儿？不远的话，我们全家都会去的。娶亲是喜事啊，阿青，你说呢？肯定得去啊，咱准备随礼去，怎么着也得1两银子，我大方吧？阿青真大方。1两银子磕碜谁呢？你不好奇我娶的是谁吗？温竹清直觉这里面有狗血八卦。谁呀？是华兰。萧青言两口子都是一脸的茫然。啊，没听说过。华兰是谁啊？姓华吗？这个姓氏可不多见的。沈南义死死地盯着萧青言，他不可能对华兰没有一点的反应。事实证明，他还真就没有。带着表叔去上香吧，午饭晚饭就在老宅里吃吧，咱家都没肉了，招待不好客人。明儿个就是第3天，让表叔住在老宅，送送你的娘。好，娘子，你过来吗？不了，我怕老太太气死了，她不待见我。老太太不是死了吗？哦，我家娘子做白事的，能看到寻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你别吓唬我呀！我可不吓唬人的，小子，你可不仅会看白事，寻龙点穴，还会看吉凶，看面相。小子，你杀戮太重，做了不少亏心事，会倒霉的。给我500两银子，我可以帮你呢。不需要，我敢杀人，还怕鬼不成？有勇气，佩服。去吧。梁老头对沈南义这门亲戚呢，自然是没有印象。不过人家随礼给了1两银子，又说是老太太那边的远房亲戚，也就热情的招待了，也没谁跟钱过不去啊。萧青言陪着他吃了饭，早早的就回了家。沈南义打发走了热情的梁家人，再次潜伏回来，偷听他们夫妻俩说话。这人竟然爱听墙角。温竹清翻了一个白眼，什么毛病啊？不过这该演的戏还是得演下去。萧青言说着梁老太小时候苛待他的事情，说的都眼冒泪花，真的就把一个不被宠爱的孩子演的是淋漓尽致。唉，人死如灯灭，都过去了，人也死了。你有我这么漂亮能干的妻子，还有几个孝顺懂事的孩子，以后的日子多美啊！开心点。是啊，多亏有娘子，我的日子才能过得好。娘子，咱们回房间吧，你好好安慰安慰我吧。你要什么安慰？我虽然不喜欢母亲，毕竟是亲娘，守孝还是该守的，你就抱抱我，陪我睡一会儿，我保证什么都不做。被萧青言带到了房间，竟然躺在了他的床上。大白天的，2个人躲起来睡午觉，这人真是不要脸。阿青，我也是没招了，你睡吧，我守着你。我能睡得着吗？难道阿青你对我有想法？也不是不可以，我早就心悦阿青了。温竹清真的想一脚把他给踹下去，演得跟真的似的。他信了就真的是傻了。一张隔音符拍出去，温竹清问道：华兰是谁？华兰是金上的侄女儿，父亲是宁王，封地在云南，镇守大理，是个有才能的藩王。她是宁王最疼爱的小女儿，被皇上召进圣京，算是人质，封为华兰郡主。那时候我还是西北王世子，也去圣京参拜，留在皇宫上书房和皇子
公主、郡主们一起读书。那时候帕兰郡主被皇子欺负，我帮了她。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英雄救美，白月光。温竹清不知为何心里有一些醋意，哪个男人没有个白月光啊？名义上这是自个儿男人，竟然有一个郡主的白月光。温竹清哪怕嘴上说的硬，这心里还是在意的。不至于，不管是谁我都会帮啊。我和他什么都没有的，都是世人猜测，没有男女之情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。真的吗？空穴不来风，我怎么觉得你撇清关系是为了保护人家呢？真的，比金子都真。我要是真喜欢他，肯定会求娶。我娶了皇室郡主，也是对我家的牵制，皇上肯定会成全我们的。现在别想了，人家都要嫁人了，还嫁给你的仇人。小蒋姐，说说你的心理想法，是不是很愤怒、很吃惊啊？不要压抑你的本性，有隔音符外面听不到，你可以大声的哭，我不嘲笑你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再坚强的人都有权利去疲惫。萧青言是一脸的无语啊，他还给唱上了，哪儿想出来这么多的剧情啊？温竹清越说越离谱，萧青言没法忍了，干脆就堵住了他的小嘴，只是用自己的嘴来堵着。温竹清这一下子被突然袭击，下意识的就一巴掌扇过去，萧青言也没躲，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。放肆！谁让你亲我了？对不起，我没忍住。你说的这些都很荒唐，这是污蔑我，我不能任由你这般猜测我呀。温竹清无语，合着还怪我啦？那不然呢？我现在身负家仇，危机重重，你以为我有心情想儿女情长啊？我看你有的很。刚才哪个王八蛋亲我的？萧青言心虚，我这是本能反应，不受支配，不怪我的。我下次一定控制，没有阿青容许，一定不会放肆了。下不为例，你要是敢胡来，我会让你彻底变成太监的。你还是继续不行吗？我不介意的。萧青言一噎，他介意的好不好？沈南义趴在房顶上听了半天也没什么动静，准备起身离开，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小姑娘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正看着他呢，无辜又无害，却是让沈南义后背冒汗。这小姑娘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小姑娘，你是谁家孩子呀？爬这么高多危险！我是这家的孩子，你爬我家屋顶都不怕危险，我怕什么？你偷看我阿爹和阿娘，不怕长针眼啊？沈南义尴尬了，这辈子就没这么丢脸过。呵呵，你还知道脸红啊？来了就别走了，陪我玩吧。玩什么？玩空中飞人，我看你身手不错，应该是玩不坏的。说完就把他给抓着平举起来。走你！沈南义真的就飞起来了，足足飞出去5里地，这才落到远处的山坡底下，滚落了几圈，这才停下来，躺着都不想起来，都有点怀疑人生了。这是一个小姑娘能做到的吗？面前突然出现2只羊脸，很是好奇，这羊想要干什么呀？咩！他很快就知道了，竟然吐口水。沈南义活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知道山羊还会吐口水，恶心的一咕噜就爬起来了。信不信我杀了你们吃羊肉？2只羊叫唤起来，地里忙活的村民一下子冲出来10多个。你想偷我们村的羊，找死呢！这是我们村的保护羊，会看村子，会打坏人。你敢动他们一根羊毛，看你能不能活着走出村子。沈南义竟然从2只羊的眼里看到了得意和嘲讽，有些苦笑。这村子处处透着怪异，真是活见鬼了。梁家的亲戚也不是好人啊，跟梁老太一样坏。滚回去，别在村子里闲逛，否则把你撵出去。就是一家子坏种，欺负梁老大没完了是吧？村民们已经把2只羊当成村里的守护羊了，几次给村子里预警，还帮忙找到过丢失的孩子们。胡三祥没想到他们夫妻俩做羊反而很得村里人的喜欢，还能看到很多的秘密。这羊生过的是既舒服又有意思，都忘了自己曾经是个人了。我不是想偷羊，是他们先吐口水招惹我的。那也是你活该，肯定是你做错事了，羊都看不过去了。
沈南义一噎，这还没法说理去了。赶紧回去，别在村子里乱转。杨大仙，盯着他们啊！咩。胡三祥答应一声，死死地盯着沈南义。这活儿他乐意干。沈南义没招了，回到了梁家，从梁正义的嘴里面打听到了山羊的事儿，很是惊奇。这羊这么神奇吗？说出来您不信，那一家子都很邪性的。我那个大嫂本来只是个村姑，突然说梦里被高人收徒，开窍了，无师自通，会很多本事。他家里养的那些动物啊，都特别有灵性，隔几天多一些人，这些人都来历不明。听老人讲啊，有的甚至都不是人呐。那是什么？鬼怪妖精，反正不是人。别说你想杀羊，你就是吃了羊肉去他家，那头母羊啊都能把你怼个跟头。我们村的人呀都不敢吃羊，他们家吃也是偷偷吃，你说邪不邪性？自不言怪力乱神，故弄玄虚。你不信可以去试试，但是别连累我们家。哎呀，算了，连累也没什么，反正都要被赶出去了。沈南义没说话，他也看不上梁家的这些人，活该被赶出家门。现在沈南义都忘了试探梁正远的真实身份了，都是对这一家子的好奇。接下来沈南义去哪，身后呢都跟着2只羊。主子，这2只羊怎么一直跟着咱们呀？这小眼睛看着怪机灵的。沈南义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杀意，2只羊吓了一跳，后退大叫起来。他竟然还想杀羊！动物对杀气是很敏感的，2只羊转身就逃了。竟然跑了，我还想吃羊肉呢。沈南义沉默，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一些不安。很快的他就知道为什么不安了。温竹清家里的母羊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蹄子一下一下的踩在地上，就好像是在叫板示威，一双眼睛里满是冷意。我靠，这是羊吗？长得跟小牛犊子似的，沈方圆就从来没见过这么高大健壮的羊。你们欺负我们村的羊，趁早离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温大师家的羊不轻易出门，你们呀惹大祸了。村里人幸灾乐祸，能让母羊出马，这2人作了什么死了？胡三祥2口子咩咩大叫，让你们想杀羊，咱也是有靠山的。温竹清都被惊动了。你俩好好的招惹我家羊做什么？我们没有，是他们好好的拦着我们的路。他们就是想一想，又没有真的想要杀羊，就算是杀，那也是给钱的呀。别狡辩，这些羊都通灵性呢。当初山匪来我们村抢劫，是他们报信儿，村子才免于一难。村里的孩子们也都是他们在守护。你们要是没有起杀意，我家的羊不会针对你们的。沈南义眼神复杂。温姑娘真是高人啊，沈某长见识了。算不得什么高人，会点旁门左道而已。你们老老实实的来走亲戚，别起什么坏心思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回去吧，这次就算了，给客人一点面子。母羊轻蔑地白了他们一眼，昂着高昂的头颅就走了。2只羊跟在后面舔着他的毛，一脸的谄媚，真的十分的狗腿。沈方圆是目瞪口呆，现在的羊都这么会巴结老大了。咱们回去吧。沈南义查不出什么东西来，有温竹清在，这村里的人又非常的团结，除非是大军逼近，全部抓走仔细审问，这样的话那事儿就闹大了。温竹清目送他们走远，眸光深沉。这次他们走了，那下次再来肯定是更加的麻烦。这个沈南义看着也不是阴险歹毒、嗜杀无情之人呢，比宋晨还讲规矩，不算是坏的冒烟儿。萧青言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。别想那么多了，我来处理此事。你怎么处理？我会在别的地方弄出动静来，调虎离山。沈南义短时间内不会再来。也好，我得先处理了二丫头的事情。7月15是鬼节，什么魑魅魍魉都冒出来了，成败就在那天晚上了。会有危险吗？我能帮你吗？和上次那个女孩一样。不行的，你的功德不够了，这次我自己来。如果我对付不了，会请帮手来。是那位殷前辈吗？是啊，殷前辈真的很讲义气的。萧青言心底冒着酸水。唉，我要是能修炼就好了，我可以帮你打下手啊，总比你只身冒险要强吧。哼，不说你有没有修炼的天赋，你现在想修炼需要舍弃的东西太多了，得不偿失啊。好好做个人嘛，修炼之人看着威风，
比你们凡人更危险的，一不留神就是魂飞魄散，做鬼都做不成。哎呀，别想太多了，每个人的路都得自己走，你有你的使命，不需要非得和我绑在一起啊。萧青言抿唇，有一些倔强，最终没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他的未来想一直有阿青陪着，不想与他分离。如果以前是利用，那么现在就是真的舍不得。阿青已经在他心里扎了根了，除非他死，这个女人已经占据了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了。以前他活着就只想着报仇，现在多了阿青，想他的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，就如同是刚开窍的毛头小子似的，无时无刻不在想他，看一眼就能开心一整天。温竹清倒不知道这个人对他感情已经这么深了，当然了，知道了也不会介意的。他还这么年轻呢，正是青春年华，大好人生，用来谈恋爱多浪费啊！这几天就躲在家里专心画符，累了呢就吃一口灵芝，这么的消耗灵气，最后粗暴的补充，温竹清不知不觉的就突破到了筑基巅峰，差一点就能结丹了。这样的修行速度不可谓不恐怖啊！闭关3天，人都瘦了2圈了。蔡大娘心疼极了，做了一桌的好吃的。温竹清也不辜负蔡大娘的心意，一桌子的菜吃掉了大半，成功的吃撑了。蔡大娘端来山楂水，喝点儿消消食儿吧。我吃这么多，然后消食，那不是白吃了吗？这不是怕你撑着不舒服吗？怎么是白吃呢？都长在肉里了，多吃才能身体好啊。行吧，您说的都对，我喝，您就把我当猪一样喂着吧。喂得白白胖胖的，大娘我看着就高兴。哎，我不高兴，我还想找帅哥呢，吃的那么胖，帅哥吓跑了怎么办？哟，别胡说，让姑爷再听见了。嘿嘿，他不是出门了吗？听不见，咱们偷偷的说。蔡大娘乐得笑起来，慈爱的眼神就跟看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姑娘，有客人来找你，说是您朋友。温竹清起身去见客，谁能来找他呀？温姐姐，想我没有？啊，是你们呀？你们怎么会来？哦，不欢迎我们的吗？那我们组就是了。哎呀，哪有啊！我只是太惊喜了。你们能来，我欢迎还来不及呢。哎，说说这次下山来做什么的？啊，麻烦温姑娘了。这不是马上7月15，每年宗门弟子都会下山，帮忙超度游魂野鬼，也是积攒功德呀。挺好的，闭门造车不如行万里路。你们就在家里住下，7月15有的忙了。我正好有件大事要请你们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搞事情嘛，我最乐意了。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，谁找你麻烦尽管开口，我帮你收拾他们。那就辛苦吴女侠啦。温竹清亲自下厨，做了丰盛的饭菜，给2人接风洗尘，同时介绍家里人给他们认识。你家孩子这么多呀，我准备的见面礼都不够啊。哎呀，下次补上嘛，见面礼可不能少的哦。快，都来喊吴姨姨啊！吴姨姨真漂亮啊，给姨姨问安。好，都是好孩子。吴玉秀取出了一个个宝葫芦，这是我们山上独有的8宝葫芦，能安神静心的，一般的邪祟进不了身。虽不是多珍贵，对凡人已经足够用了。孩子们道了谢，直接用红绳绑好，戴在了脖子上，让吴玉秀挺高兴的。送礼物嘛，都希望自个儿的礼物能够被人给重视。葫芦不够，就送了一些玉扣，都是刻画了护身符的，能够挡住筑基修士的一击。对凡人来说，足以救下了一条命了。就连温桑桑与许家兄妹都有，他们怪不好意思的。都收好了，吴姨可是茅山派的大小姐呢，身家丰厚，遇到的就是缘分，可得使劲薅羊毛啊。就是，温姐姐说的对，这一声姨姨可不能让你们白喊呀。姨姨在你们家住几天，没有白吃白喝的道理啊。孩子们热情欢迎，带他们参观全家，准备了客房。陈青山和吴玉秀就在家里面住下了。家里清静，突然跟这么多的孩子们相处，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之后，吴玉秀就吃不消了。孩子们多了，这吵得脑仁疼，无数的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温姐姐怎么受得了的呀？好在这第2天就是7月15，萧青言也赶了回来。2位来的正好，阿青也有个帮手，
我也放心一些。姐夫客气了，都是自己人，以后有事你们言语一声，我们马上过来。在山上修炼怪无聊的。好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寒暄之后，温竹清带着二人去房间准备晚上的东西。看着一叠子一叠子的符纸，两人都是目瞪口呆。哇，真的是你画的吗？老天，五雷符啊！温姐姐，你确定不是我们家老祖宗遗留在外的亲女儿吗？这份天赋到了茅山派，那最差也得是一个亲传呢，未来的茅山掌门。勤能补拙，我画了好久呢。今晚上这场仗可不好打，咱们要有万全的准备啊。多些符纸也是底气。我在明处，你们在暗处。冥鬼门那个老鬼要是老老实实最好了，要是敢算计我，你们就砸符纸，砸死那个老鬼。温姐姐放心吧，我们不会让你被老鬼欺负了的。都是化神期了，高出几个境界，你还敢对你出手？整个修真界都鄙视他。修真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同境界的随便打，高境界的不得对低境界的弟子出手，以大欺小，那谁都能鄙视他。夜幕降临，温竹清站在门口等候，冥鬼老头如约而来。随我来。没有废话，温竹清抬脚跟上。吴玉秀师兄妹俩等他走了半个时辰才出门，有追踪符在，不怕跟丢了。萧青言不放心，跟他们一块儿去。陈青山看他一身雄厚的气血之力足以自保，也就答应了。温竹清跟着冥鬼老头走了数百里地，在一个山坳处停了下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见识少了吧？冥鬼老头取出了一个令牌，挥舞了一下，山里就出现了一个空洞。跟紧我。两人跳进去，